2025年上半年结束，又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油管排行榜跟大神 PK 捉对厮杀的时间。这次我们想看一看柴静跟王菊之安这两位谁赚钱更多，谁更优秀。我感觉这两位的对决在海外中文互联网上似乎还没有人真正去讨论过，去定义过对决的双方都曾经站在中国媒体权力的最高峰，央视，他们都是同一个新闻工厂锻造出来的最优秀的产品，师出同门，本来应该是战友，但是在海外这个自由的赛道上，他们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柴静跟王志安，我们不仅仅要比较谁赚的钱更多，还要比较两位顶级的新闻人在2025年为我们展示出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力模型跟商业模型，一个是殿堂级的作品模式，另外一个是互联网时代的产品模式。这场对决绝对不仅仅只是两个人的余量之争，它关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算法、资本跟政治高墙共同塑造的今天，一个追求真相的中文媒体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两种模式谁代表了华语媒体的未来呢？应该像柴静一样10年磨一剑，打造一座座可以载入史册让人深思的精神上的圣殿呢？还是应该像王志安一样快速迭代、高频输出，在这个喧嚣的市场里面杀出一条血路，赢得最广泛的注意力呢？我想这是一场关于新闻理想主义跟实用主义的终极的对决。今天我要用最硬核的数据跟最冷静的分析来比较两个人，然后回答两个终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在商业上哪一种模式赚钱更多，能活得更长久。第二个就是在历史上谁的作品更不朽，谁会被丰盛。要理解他们今天的巨大的差异，我们要先回到他们共同的起点，曾经被称之为新闻理想主义最后的堡垒，央视新闻评论部。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那里确实存在过一个非常短暂的允许这个专业主义生长的空间，也正是在这个被后人追忆为黄金时代的时间里面，柴静跟王志安被同一座熔炉锻造出来。柴静曾经在他的书里面回忆说，他的导师陈芒曾经告诫他说，不要当了主持人就不做人了。这样一句话把一种对于个体命运的关怀深深地刻在了他的新闻哲学里面。他的成名作是2003年非典期间成为首位零距离采访病人的记者，他让观众看到了冰冷的数据背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王志安呢，在同一时期深度参与了新闻调查等王牌节目的运作，当过记者、策划等等多个角色。他以坚韧甚至带有对抗性的调查风格著称，专门聚焦那些最棘手的社会议题，比如说腐败医疗事故非法征地等等。他们两位都曾经是这个国家媒体机器上最耀眼的螺丝钉，他们获得了巨大的体制给他们的背书和公众赋予他们的信任，但最终呢，他们也都没有办法在这个系统里面继续待下去，而他们离开的方式恰恰预示了他们后来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来先看一看柴静。2015年他发布了自费拍摄的纪录片《穹顶之下》，这与其说是抗议，倒不如说是他作为体制类改良派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悲壮的一次尝试。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由个人发起的社会动员，但是很可惜，官方的蜜月期只维持了1周。那1周之后，这部纪录片被从中国互联网上彻底清除。柴静的理想方式是一次引爆舆论之后的主动淡出，这标志着体制可以容忍你指出问题，但是绝对不容忍你拥有独立于体制之外的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再来看一看王志安，他的离场呢更突然也更彻底。2019年6月10号，一个在中国政治当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这个日子，王志安被
全网封杀，他的所有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一夜之间人间蒸发，没有公开的理由，没有审判，只有一次全面的数字绞杀。这个标志着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体制对于那些日常性的、持续性的、针对具体问题的调查新闻的模式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而作为一个执着的调查者，王志安你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罪名。所以柴静的结局是作品被下架，而王志安的结局呢，是人被抹去。这两次的决裂共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正是因为两次不同的创伤，塑造了他们各自在废墟之上重建自己媒体帝国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蓝图跟路径。要理解柴静的话，我们首先必须要学习一个词，作品感。从他在央视的成名作新闻调查，到他后来让他封神的个人访谈节目看见，然后到2012年他那样一本卖出500万册的自传，柴静的所有这一切行为都指向了一个目标，就是打造一件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他的新闻哲学不是报道事实，而是用血肉之躯去经历新闻的原理。他要的是水融入水一般的这个共情跟理解，这是一种近乎于灵修的极其奢侈的新闻理想主义。而这样一座圣殿的巅峰之作，无疑就是2015年发布的这个穹顶之下。我们来尝试用一下法政分析的眼光来解构一下这个项目。项目本身是源自于一个母亲最原始的恐惧，她那个时候刚刚出生的女儿患有肿瘤，而北京的雾霾让她没有办法带孩子出门。这不是一个选题，这是一个母亲的战争，所以她投入了自己将近100万人民币的稿费，这是她所能够动用的全部的资源。所以这不是一次职务行为，这是一场豪赌。最终的结果是一部长达104分钟的纪录片，融合了这个公开演讲、深度调查跟个人情感的叙事，所以它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新闻快讯，它根本就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国民级的公开课。所以结果是什么呢？在1周之内有超过3亿次的观看，它直接推动了中国的环保议程。当时新任的这个中国环保部长甚至曾经公开感谢他。但是各位，圣殿造得太高了以后，就会离上帝太近，也离这个权柄太近。穹顶之下的这个巨大的成功，恰恰成为了他被抹杀的原因。1周之后，他就从中国互联网上被彻底清除掉了。这件事情非常完美的诠释了柴静圣殿模式的这个辉煌跟脆弱。它既拥有改变议程的巨大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因为这样一种能量而跟权力的体系格格不入。圣殿倒塌之后，很多人以为这个是柴静的终点，但沉寂8年以后，在 YouTube 这片跟他看似格格不入的喧嚣的土地上，一座新的圣殿正以一种更安静也更纯粹的方式开始重新奠基。6集的恐怖主义调查纪录片《陌生人》是柴静目睹了巴塞罗那恐袭之后耗费数年心血的产物。而关于俄乌战争当中雇佣兵的节目，他为了核实一个阵亡士兵的坐标，会跟多个信源反复确认，一直忙到深夜。我们打开柴静的 YouTube 的频道，截止目前订阅数目是 94.5 万，2年的时间突破将近100万，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成绩。在这个地方，艾森要提前先恭喜柴静老师。柴静的频道，如果我们认真看的话，会发现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更新的频率极低，平均下来1个月才更新1期节目，但是单集的影响力极大，几乎7期节目都能够过100万。比如他回应重庆打黑的视频，播放量就超过了360万次。柴静的模式，我想可以称之为手工作坊打造精品的这样一种高价值内容生产的模式。它的核心产品是那些深度的、长周期的、高投入的调查纪录片。我猜测它的这个资金来源大概率是非商业性质，比如说个人的积蓄或者是捐赠。而柴静这个个人 IP 的核心就是信任。他曾经说过，他个人最大的焦虑是面对观众的时候，
对于自己说的话没有把握，这样一种对于新闻伦理跟真实的极致追求，就是财经这个个人品牌最核心的资产。财经这样一种模式，在西方有一个可以对标的范本，就是非盈利新闻机构 ProPublica， 它的这个使命是以调查性的报道的道德力量来揭露权力的滥用，完全依靠基金会跟个人的捐赠来运作。财经正是在以一己之力践行着非常类似的这种新闻的理想，它更新的频率极低，制作的周期极长，成本极高，这样一套打法其实完全是与油管的算法背道而驰的。那财经到底应该如何生存呢？我发现财经的视频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高额的打赏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他最近一期关于胡锡进的视频，不完全统计就已经超过了$1100的打赏，这个不是他的主要收入，但可以证明他的观众有非常强烈的付费的意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想在海外有那么一群观众，一群苦信息垃圾久矣的观众，愿意为这样一种奢侈的深度内容支付奢侈品的价格。他们其实不是在消费，他们是在供养一种理想。所以我想财经的模式我愿意称之为阿波罗计划，就是目标宏大，不计成本投入的是人类知识跟道德的极限。它的这种模式与其说是商业模式，我觉得甚至不是那么 care 商业，它不像是流量的广告，而是少数精英支持的一个精神的众筹。那这个模式其实非常高贵，但是也极其的脆弱，因为它严重依赖于财经本人的这个品牌光环跟它的资源。这种模式能被复制吗？很难，基本没有可能，因为财经本人很难被复制。它能够赚钱吗？我想或许能够维持运营，但绝对不是一门好的生意。不过我想财经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赚钱，它的目标是丰盛。那如果说财经是在一个人营造圣殿的话，那么他的前同事王志安就是在建立一个媒体的帝国，一个高效庞大永不停歇的新闻媒体的帝国。王志安这样一位前央视最出色的调查记者之一，在体制内以犀利跟坚韧著称。他曾经因为调查救护车黑幕的报道被封杀而愤然辞职，所以这个人骨子里面的确是个硬汉。但是当他来到 YouTube 这个丛林的时候，立刻就脱下了记者的马甲，戴上的是产品经理的思考帽。他在东京公寓厨房的作战史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精益创业的场景。我们来解构一下王志安的商业模式。王志安呢，其实他非常敏锐地察觉到海外中文互联网存在一个巨大的市场空白，就是一群信息焦虑的海外华人。这些人他不信任官方的叙事，但是也不屑于听传师跟轮系媒体的举证，他们渴望获得的是靠谱的、有内幕感的、能够听懂的中国时政的解读。他们并不需要精雕细琢的艺术品，他们要的是每天都能够用的工具跟日用品。就好像每天早上要喝一杯咖啡一样，他们每一天都需要一个王局版本的关于世界的解读。所以王志安的生产模式本质上就是一个高频的日更，上一个月总共更新了42次。它像一个新闻的 App 一样，每天准时的为你推送头条。王志安最近推特转变风格，开始跟李老师抢新闻之后，这样一种感觉更强烈了。所以我们看到王志安永远能够在信息的真空当中，第一时间为你提供一个逻辑自洽、极具冲击力的这个王局版的解释。我看过他早期日常工作流程的一个视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早上起床刷一遍中英文的媒体，然后找到当天最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准备好了之后呢，就出去溜达一圈，买一个盒饭，吃完饭以后就开始录制，一次过不需要 NG， 一天一期雷打不动。这样一种生产效率，这样一种自律性，简直是媒体界的富士康。那我想王志安的商业模式，它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创作者经济。我们来看数据，他的频道现在订阅数将近180万，总共有超过8亿播放量。这个数据呢，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比较，王局的老东家央视的油管频道比王志安早开播5年，
订阅数现在是270万，总共也才9亿的播放量。而在过去一年，央视在油管的广告收入只有王菊的1/3。那所以以王志安目前的订阅跟播放量来估算，仅仅这个 YouTube 的广告分成就足以支撑一个10个人的小团队的运转，再加上会员跟其他的打赏，事实上他已经在开始打造一个海外中文互联网媒体帝国的雏形。除了有一个小小的意外，就是我在1年前就曾经准确预言的飞来横祸，也就是前几个月跟前妻的感情纠葛。那王菊这个 IP 呢，我想现在已经超越了个人，这已经变成了是一个媒体、一个机构，一个在商业上远比财经模式更成功、更具扩张性跟可持续性的机构。那我想王志安作为一个老媒体人，他是深谙流量的密码，他非常擅长利用争议性作为增长黑客跟免费的流量的来源。他的这样一种合理中间派的立场，让他同时被两边最极端的人攻击，但与此同时呢，却也为他赢得了沉默的大多数。但争议性也是一把双刃剑。2024年初的这个台湾官选的风波，虽然让他付出了被围剿、被开核、被限制入境台湾的这个惨痛的代价，但也让他瞬间成为两岸三地舆论的焦点，客观上也为他带来了泼天的流量。这样一个案例再一次印证了在新闻市场的逻辑里面，争议不是一个 bug， 而是一个 feature。 所以我们看到王菊在推特挑逗某些推友，或者是可能是故意的抛出一些不那么靠谱的高论的时候，我们先别急着骂他是傻逼。当然市场的操盘手也必须要面对市场的诱惑跟反噬。我们看到王志安为了追求出品的速度，为了追求他观点的锐度跟别具一格呢，经常他会牺牲掉调查的一些严谨性，也会受到一些专业人士的质疑。比如说他在分析空难事故的时候，就出现了多处事实性的错误，被航空爱好者跟专业人士在评论区曾经公开指正过。我想这个就是王志安市场模式最大的风险，就是流量跟影响力的优先级是高于他追求事实的准确性的。所以王志安这个中国首席调查记者的身份逐渐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然后慢慢的向网红或者是意见领袖的方向去漂移。那这个事情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因为他毕竟离开了故土，没有办法亲临一线去调查。那王志安这个模式呢，我想在西方有一个可以对标的范本，就是塔克·卡尔森，同样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为核心。塔克·卡尔森旗帜鲜明的服务特定的受众，然后创立了估计可能年收入超过2亿美金的商业帝国。我想王志安正在这样一条类似的高风险高回报的商业化道路上一路狂奔。王志安的模式呢，我想可以称之为日不落帝国，它反应快速，覆盖广泛，商业上也可持续。它通过高频的伴随式的服务，牢牢地抓住了用户的刚需。王志安他不是在打造一件艺术品，他是在提供一种公共服务的产品。那这样一个模式能够被复制吗？能，但是需要这个人有极高的个人能力跟市场的嗅觉。王志安能被丰盛吗？我想他或许不能够进入新闻教科书的圣殿，但王志安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海外中文互联网一个绕不开的舆论的话题。那当然数据跟模型永远只能够解释他们做了什么，要理解他们为什么能够引发如此巨大的共鸣跟争议的话，我们必须要回到观众的眼睛里面看一看他们是如何构建真实的。柴静的真实是一种过程的呈现，在他关于这个重庆打黑的视频里面，他并没有直接下结论，而是像一位严谨的法官向你展示所有的证据，有当事人的采访，有官方的发言，有法律条文的冲突。他使用的是归纳法，就是从一个一个具体的案例跟证据出发，带你一步一步走向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系统性的结论。有一个观众曾经自称是薄熙来的坚定的支持者，但是他留言说柴静说服了我。我想这个就是柴静这样一种方法的力量。而王志安的真实是一种结论的宣告，
在他分析毛岸英之死的这个视频里面，他开篇就亮出了他的观点，然后整合各种互相矛盾的史料，比如说有杨迪的蛋炒饭，有陈普的烤苹果皮等等不同的说法，将它们打包成一个极具传播力的概念，就是太子套餐。他使用的是演绎法，先给你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结论，然后再用逻辑跟推理来填充它。在官方叙事缺位的时候，这样一种方式其实极大的满足了公众对于答案的极度渴求。所以我们看到有观众评论说，一碗蛋炒饭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走向，这是一个怎么样混账的历史安排。我想这个评论恰恰就说明了王志安他使用的这样一种结论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新闻的范式。柴进他相信真相是复杂的，需要被一丝不苟的构建出来，他信任的是证据链。王志安呢，他相信真相是单一的，只是被刻意掩盖了，需要被一针见血的揭示出来，他信任的是逻辑链。这个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的观众会评论说柴进有理有据，而王志安则是少量的事实加上自己的胡诌诌。这并不是简单的褒贬，而是对于两种不同风格、两种不同真实建构方式的非常直观的感受。而更直观的比较，如果两个人同时对同一个新闻事件进行报道的话，会有什么不同呢？我想最有说服力的对比案例就是对于雾霾问题的调查。柴进的穹顶之下，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是一个母亲的呐喊，是一个宏大的感性的寻求全民共识的圣殿式的作品。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借鉴西方，推动能源市场化，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充满理想主义的蓝图。而王志安的视角是完全不同，深入河北乡村的田间地头，他发现当城市中产阶级为了蓝天而欢呼的时候，是河北的农民被禁止烧煤取暖，在寒冬里瑟瑟发抖。所以王志安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这是一个残酷的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他看到的是不同的阶层、不同地域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不仅仅只是污染本身。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圣殿模式跟市场模式的一个根本区别。柴进他是开启了上帝视角，他站在云端俯瞰众生，寻求一个完美的统一的解决方案。而王志安呢，是人间的视角，他站在黎令的土地上，告诉你每一个解决方案背后都有人要付出代价。柴进擅长使用归纳法，他从一个个人物的故事出发，试图构建一个宏大的能够唤起共鸣的道德叙事。而王志安呢，则更擅长演绎法，他像一个外科医生一样，非常精准地解剖出事件背后冷冰冰的权力跟利益的结构。两个人的模式非常不同，也自然筛选出两种不同的观众，甚至已经形成了一条鄙视链。欣赏柴进的观众会觉得王志安油腻粗糙，追逐流量，而追随王志安的观众可能会觉得柴进清高脱节，不接地气。所以各位啊，柴进跟王志安其实他们卖的根本就不是同一种东西。柴进卖的是意义，他追求的是深度反思跟精神慰藉。他的作品是你在一个安静的周末下午泡上一杯茶，准备用90分钟进行一次精神洗礼的奢侈品。而王志安呢，他卖的是一个解释，他提供的是效率、观点跟信息的安全感。他的节目是你在通勤的路上用30分钟时间可以快速了解世界发生了什么，我应该如何理解这件事情的必需品。所以一个是奢侈品，一个是必需品，这个就是两个人最底层的商业逻辑跟产品的定位。那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商业上谁更成功，或者说谁更赚钱？所有那些被视频封面骗进来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坚持看到了现在，我想也挺不容易的。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也非常的明确。王志安的市场模式更适应油管的算法，更具备规模效应，商业上也更可持续。它代表的是独立媒体人在当下的环境底下一条更现实、更可复制的一个生存之路。说人话就是王志安更赚钱。我们估算油管广告年收入的话，目前
柴进可能只有王局的1/10。那这个收入是由前面我们描述过的2种非常不同的商业模式所决定的。但是如果我们撇除商业上的考量，在历史上谁会被大家记住，谁会被丰盛呢？那这个问题我想更加复杂。王志安显然正在赢得当下，他用巨大的流量跟影响力成为了这样一个时代的舆论枢纽。他是一位成功的媒体创业家，一个隐约成型的打造中的新闻媒体集团的君主。而柴进呢，他在赌一个未来，他赌的是10年、20年以后，当人们想要回顾我们这个时代的喧闹跟挣扎的时候，会去到他的圣殿里，寻找那些不被算法定义、能够穿越时间的思考跟记录。他的作品是奔着历史地位跟思想遗产，奔着进入历史档案馆去的。一个在追求影响力，一个在追求不朽。那今天在海外中文互联网这片新兴的土地上，我们何其幸运，能够同时拥有这2位，而不必忍受那些无聊透顶的听床师跟摇棍。王局跟柴进2种模式的对决，不是一定要争个输赢，或者说只要他们2位都在，我们所有这些内容的消费者就都是赢家。那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在他们2位之后，是会催生出更多的小王局，还是会供养出更多的小柴进，还是说会诞生更多的小摇棍呢？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于他们俩，而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分享和每一次思考之中。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这个视频有启发，请不要吝啬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艾森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祝你有兴趣愉悦的一天，谢谢。